末日下，一个小小的快递驿站成为了我们的避难点，但好在我们有拆不完的快递。妈，快递已经到了，我这就去拿。小雪，你自己在外面过年要照顾好自己。知道了，妈妈，放心吧。我的眼眶瞬间红了，又担心妈妈发现我的异样，就赶忙挂了电话。突然有个人撞在我肩膀上，疼得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。过年不放假已经很悲催了，现在又莫名其妙被撞，我不悦地冲对方说：你怎么回事？走路也不看着点。那人缓缓地抬起头，脸色清白，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，他森森然的举动让我心生恐惧，默念一句神经病后赶忙快步离开。快递驿站里很冷清，只有小刘和大黄在值班。你春节也没回家？小刘惊讶地问。我无奈地耸了耸肩，说了取件码，抱着沉甸甸的快递刚走出驿站，就看见路对面一个男人姿势怪异地走着，头快递到胸前了，腿僵硬地向前迈步，胳膊无力地垂着。我一脸好奇，忍不住对派送车旁的大黄说：黄哥，你看对面那人怎么回事？大黄没吭声，一直低着头，以为他没有听到，我又重复了一句，大黄依旧没有任何反应。我有些尴尬，正准备直接离开，就在这时，我的肩一沉，一只手落在肩膀上，转身的刹那，大黄的脸无限放大，面如死灰，嘴唇铁青。我吓得惊声尖叫，连连后退，夺命似的想跑回驿站。千钧一发间，一个水桶从天降，扣在大黄的脑袋上，他嘴里发出奇怪的吼声。下一秒，我就被人拽进驿站，门被砸得哐哐作响。小刘死死抵住了门，赶紧帮忙！一声吼叫让我瞬间回过神来，和驿站里的其他几个人将货架挪过去堵在门口。做完这些，我灰头土脸地瘫倒在椅子上。就在这时，路上传来一阵惨叫，透过玻璃镜看去，似乎是之前那个走路怪异的男人扑倒了一位行人。这一幕让我的汗毛都立了起来，也让我想到丧尸。驿站里避难的人开始抱怨眼下的情况：大过年的遇到丧尸，真够倒霉的。一个衣着艳丽的小萝莉嘟着嘴巴抱怨：谁说不是呢？我就来取个快递，现在连家都回不去了。男人推了推眼镜，满脸愁云：我比你们更倒霉，我是来帮别人拿快递的，我招谁惹谁了我？一个20多岁的大男孩哭丧着脸。我赶紧打电话询问家里的情况，得知妈妈一切安好时，才松了一口气。其他人也陆续联系了家人，互报了平安。外面依旧很嘈杂，不时传来的惨叫声代替了原本该出现的鞭炮和欢笑声，总有不明生物来撞门，每一下撞门声都让我心惊肉跳。不知会在这里躲多长时间，我不敢浪费手机电量，于是找个角落闭着眼睛休息，可是心里又乱又怕，没有一点困意。直到肚子咕咕乱叫，我才睁开眼睛，周围更暗了。看了一眼手机，已经下午6点了，这时间都要吃年夜饭了。想到往年团圆温馨的画面，不禁悲从中来，眼眶有些湿润。要不我们吃顿年夜饭吧，就算是死也做个饱死鬼。大男孩突然提议，大家纷纷点头，满脸期待地看向小刘。面对众人殷切的目光，小刘满脸尴尬。平日工作忙，我们都吃外卖，店里根本没有存粮。那我们也点外卖。小萝莉提议。这外卖员来了，怕是真的给丧尸送外卖了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饿肚子吧？就算这一顿不吃，那以后呢？总不能天天饿着。大男孩说出了众人的担忧。要不然我们拆快递看看。末日下，一个小小的快递驿站成为了我们的避难点，但好在我们有拆不完的快递。要不我们拆快递吧？听完我的建议，大家都愣住了，齐刷刷地看向我。我被看得浑身不自在，赶紧把头低下去，小声地解释：总不能就这么饿着吧？这个建议太棒了，宝贝，你就是个天才。小萝莉拍手叫好：姐姐，你是我的神！大男孩也附和着。眼镜男虽然没说话，眼里却流露出赞许的神情。不行，这是顾客的东西，我们不能私自拆开，否则是要理赔的，这关系到我们驿站的信誉。一直沉默的小刘坚定地说：命都要没了，谁还在乎信誉？小萝莉撇了撇嘴：就是啊，实在不行，等咱们出去后再和那些顾客解释。小刘依旧一脸为难。我们可以先报一下自己的快递，看看有没有能吃的。眼镜男一针见血：我的是化妆品，还有一箱辣条。我带去的是球鞋，我的是纸尿裤、隔尿垫，还有1桶奶粉。要不然咱们喝杯奶粉充充饥。哎，我的是我妈寄过来的年货。我的话音未落，4个人一下子把我围了起来。
眼神里都是崇拜。啊，可惜丧尸追我时被我吊在外面了。我心虚的补充，切，不知道还在不在，要不然把门打开，把快递捡回来。小萝莉满眼期待。能行吗？我有些担忧地问。小刘迟疑了几秒，搓了搓手，站起身直奔门口。他刚靠近门口，砰的一声巨响从外面传来，接着是几声恐怖的嘶吼。小刘下意识地后退了好几步，其他人也都吓得够呛，戒备地噤了声，无人再敢提去外面拿快递的事情。看着外面聚集的丧尸越来越多，我的内心也低落到谷底。我们也都尝试地拨打过求救电话，可是一直都是忙音状态。网上也全是铺天盖地丧尸咬人的消息，谁也不知道我们会在这里待多久。房间里却安静的可怕，每个人的神情都很茫然。我捂着渐渐发疼的胃，不停地祈祷这场灾难赶紧结束。一声响动从角落里传来，我吓得汗毛再次立了起来。原来是小刘起身时碰到了旁边的椅子，他咬了咬牙，抓起一把剪刀。你要干嘛？我有些担忧。拆快递，找些吃的。我们交换了一下眼神，默默跟在小刘身后。小刘挑了一个比较大的快递，看他的模样分量不轻。我瞟了一眼快递包装，收件人叫团子小姐，眼前瞬间勾勒出一个胖乎乎的宅女姑娘形象。我对这个快递充满了期待，紧张地盯着小刘接下来的动作。然而当小刘把一大袋狗粮从快递箱里拿出来时，我的脑袋嗡的一下，失望爬上了心头。先别丧气，再看看别的。我点了点头，拿起一个名叫诚意圈外老婆的快递，心里默念不要让我失望。我拿起剪刀，小心翼翼地划开胶带，里面还有一个包装袋，看起来鼓鼓的。你猜是什么？小萝莉突然凑过来问。我摇摇头，肯定是玩偶一类的，能叫这个名字的人都有一颗少女心。果然，包装袋里是一只玩具兔子，可爱又粉嫩。小萝莉惊呼着要和它自拍发朋友圈，手机举起的刹那又放了下去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谁还有心思看朋友圈啊？这兔子好看是好看，就是不顶饿。唉，要是熏兔就好了。我想吃我妈做的红烧兔头了，她每年过年都做。我小声地嘀咕了一句，眼眶不自觉地红了。哎，快看，这是什么？我忧伤的情绪被大男孩的话打断，赶紧凑了过去。他拆出的是5根哈尔滨红肠、五谷凤爪和麻辣豆干，妥妥的下酒菜。你这手气真不赖，幸运男孩啊！你再挑一个拆开。大男孩被夸得两眼放光，又喜滋滋地选了一个快递，自信地拆开。哇，是一盒速溶咖啡和纸杯。牛啊！饮料也有了，你再拆个主食出来，最好是饺子。小萝莉一脸崇拜，大男孩自信心爆棚，吹着口哨从一众快递盒中选中一个，然后在万众瞩目下拆开了快递。当他将一包女性黑丝举起来时，脸涨成了猪肝色，尴尬的神情惹人发笑。饺子，是饺子！眼镜男的声音突然传来，那语气比中了大奖还高兴。眼镜男拆出了4袋饺子，2袋猪肉大葱，2袋香菜鸡蛋。香菜馅儿的都没听过。小萝莉在一旁迎合着。有锅吗？我问小刘。有。我的笑容加大。不过煤气用完了，还没来得及换新的。No， 还有比这个还悲催的吗？小萝莉忍不住哀嚎，我的表情也垮了下来，心沉入了谷底，不自觉地叹了一口气。不过这有电磁炉。老弟，咱说话能别大喘气吗？就连沉默寡言的眼镜男都忍不住吐槽。小刘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。紧接着我又翻出一个已经快被压扁的快递箱，原本对它没有丝毫期待，可当我看到里面是几包螺蛳粉时，恨不得开心的手舞足蹈，因为这是我的心头爱。还有这些。我们把刚才拆出来能吃的东西都摆在了桌上，大家脸上写满了喜悦，看着五花八门的东西，听着外面丧尸的咆哮。终于在0点钟声敲响前，我们在大小不一的快递里凑了一桌年夜饭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末日下，一个小小的快递驿站成为了我们的避难点。在大小不一的快递里，我们终于凑了一桌年夜饭。晚上睡觉前，我又开始尝试着寻求救援，可依然还是没有任何动静。但最让我担心的是，妈妈那边也没有了消息。这怎么睡啊？小萝莉在一旁不满地抱怨，因为驿站条件有限，只有2楼的卧室是工作人员平常休息的地方，除了卫生间和简易的厨房外，只有一个破旧的3人沙发。而更糟糕的是，驿站经常会接收一些保鲜产品，所以屋内也根本没有暖气。哎，这里有几床被子？眼镜男问小刘。2床，1床厚的，1床薄的。刚才我拆出来一个羽绒服，应该能用上。我将羽绒服拿出来抖了抖。这样吧，楼上的床给2位女孩睡，再给她们1床厚被子，咱们几个轮流守夜，剩下的……小刘话音未落，不行，
我不喜欢和别人一起，我想自己睡，给我一床被子吧，我还特别怕冷。小萝莉低下头，弱弱地说道，但话中丝毫没有客气。大男孩耸了耸肩，表示无所谓，一切听从安排。小刘却有些犹豫，因为楼下的温度会比楼上更低。原本他们3个一床被子，有人守夜，另外2个人稍微凑合一下也是可以。可他实在不擅长对付女孩子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犹豫道：“那薄被子就给……不行。”眼看着小刘说出被子都给女生，眼镜男猛地抬起头，坚决地发表意见。4个人的目光齐刷刷地对准他。下一秒，眼镜男的眼眶竟然红了，他把眼镜摘下来，用力地擦拭了2下眼角，又颤抖着双手把眼镜戴上。你们2个女生一起就凑合用1条被子吧。我老婆快生了，我不能生病，我还得去找她。眼镜男哽咽地说着。那你们自己想办法吧。我的余光瞥见小萝莉不停地撇嘴。驿站顿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，谁也不愿意妥协。我抠了抠手指，不着痕迹地叹了一口气。我有羽绒服就够了，被子给你。谢谢，你人真好。被发好人卡的我默默耸了耸肩，抱起了羽绒服往楼上走去。旁边的小萝莉依旧在哼哼唧唧。呼呼的风声伴随着丧尸的吼叫，在寂静的夜晚格外明显。尽管我很疲惫，可始终都没有睡着，耳旁边听着小萝莉轻微的鼾声。突然，砰的一声响动从窗口传来，我睁开眼睛，顺着声源望去，模模糊糊间，一个黑漆漆的人影在攒动，难道是丧尸？瞬间，我的呼吸急促，冷汗不停地往外冒，我紧抿嘴唇，不敢发出一丝声音。丧尸会不会攻击我？我该怎么办？就在我不知所措时，那个身影竟然消失了。难道是我的幻觉？我闭上眼睛再睁开，努力看过去，窗前依旧空荡荡的。我无奈地苦笑了一下，自己竟被吓得神经兮兮。第2天，我被一阵咳嗽声吵醒，茫然地睁开眼睛，看着陌生的环境，脑袋有些短路。直到小萝莉的抱怨声，才把我拉回现实。大冷的天不关窗户，是不是有病？把我都冻感冒了，谁这么缺德？窗户果然开了一道缝，冷气嗖嗖往里灌，怪不得越睡越冷。小萝莉连打了2个喷嚏，紧接着是一阵咳嗽。不会是你故意把窗户打开的吧？我睡床又有厚被子盖，你心里嫉妒。小萝莉眼神不善地盯着我，越说越觉得自己分析得很有道理。我没你那么无聊，内心也不黑暗。她莫名的针对让我也没了好语气，我径直忽视她朝楼下走去。楼下的男士已经起床，大男孩低头打游戏，眼镜男在拆快递，小刘正用电磁炉默默煮水饺。小萝莉一下楼就噼里啪啦地说着自己挨冻的经历，还不忘用恶狠狠的目光叨我。这风也太大了，竟然能把窗子吹开。窗子上了锁的，风不可能吹开。小刘坚定地说。你确定窗户上锁了？我无视了小萝莉的阴阳怪气，紧紧盯着小刘。在得到确认后，脑海里闪过昨晚上看到的那个黑影，那不是我的幻觉，那他到底是谁？我的心渐渐沉了下去，抬头小心翼翼地扫了一眼其他人，细思极恐下鸡皮疙瘩爬满了全身。一阵毫无章法的敲门声突兀地响起，我下意识地向后退了2步，惊恐地看着门口。小萝莉刚想尖叫，却被小刘抢先一步捂住了嘴巴，小声地警告她不许出声。敲门声更加激烈，压得我快要喘不过气来。就在这时，门口突然传来了说话声：“有人在吗？”是谁？末日下，一个小小的快递驿站成为了我们的避难点，但好在我们有拆不完的快递。有人在吗？开个门吧！一个颤巍巍的声音从门外传来。小刘表情凝重地抓起一个平底锅，一点点地靠近门口，透过旁边的玻璃窗悄悄看过去。一个头发凌乱、满脸疲惫的中年女人站在门外，手上还提着一个黑色购物袋。你是谁？小刘深呼一口气，试探着问。女人看到小刘，脸上一喜。哎，你是小刘吧？我是大黄老婆，我在大黄手机里看过你的照片。嫂子？小刘有些疑惑。哎，是我。大黄过年都没回家，给他打电话也不接，我不放心他，就过来看看。我脑海里瞬间浮现出大黄被感染后的恐怖画面，心里有一丝难过。小刘也很动容，刚想靠近门口，就被人猛地拉住。你疯了吗？凭他的3言2语就开门，他万一被感染了怎么办？眼镜男一脸不悦，小刘一愣，而后自言自语，他看着不像。外面都是丧尸，他一个人怎么走到这里的？小萝莉撇了撇嘴，大男孩也配合着点了点头。我也不赞同小刘盲目开门的举动，毕竟现在情况特殊。女人依旧在门口不停地解释，眼镜男快步上前，直接抵在了门前。他冷静地分析，
我在网上也看到过相关的新闻，丧尸会不停地进化，甚至在人类面前隐藏自己。你怎么确定他有没有被感染？就是，你可别把我给坑了，我还没活够呢。小萝莉连打了3个喷嚏，吸了吸鼻子。面对众人的反对，小刘冷静了下来。他扭过头，不再看门外的女人。女人的拍门声越来越重，周围隐约响起了丧尸低沉的吼叫声。赶紧想办法让他走，不然丧尸都会围过来了。小萝莉细声尖叫地喊着，被她这么一喊，我们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。我着急地对门外喊：“你快走吧，大黄已经变成丧尸了，我们也不知道在哪里。”听到我的话，女人瞬间面色灰白，绝望地立在了原地，眼泪从眼眶里滚了出来。她哀伤的情绪让人动容，我的心也有些泛酸。丧尸会流眼泪吗？我喃喃道：“先放他进来吧。”那也不能开门。小萝莉尖叫着阻止。小刘满脸不悦，冷眼看着小萝莉。驿站的物资有限，多一个人就代表着多一份消耗。一声刺耳的尖叫打破这份沉默，大家不约而同地向窗外望去。女人惊恐地拍着玻璃门，眼泪疯狂往下飙。她声嘶力竭地喊着：“小刘，救救我！求求你了，把门打开！求求你了！”她身后的拐角处，不知何时出现了2只面目狰狞的丧尸。我紧张的嗓子发干，着实为女人捏了一把汗。求求你们了，把门打开吧！我也有食物的。对了，我这里还有一些急救药品。女人的声音依旧在门外回荡。眼镜男看了一眼众人，他这样砸门会吸引更多的丧尸进来的，必须得想个办法。是啊，不然大家都会完蛋的。大男孩无所谓地摊了摊手心。那不行的话，先把他放进来，我们几个可以先控制住他。小萝莉在听到女人的话后也没有吭声。许是谁都不愿看着眼前好好的人直接变成丧尸，眼前确实并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。片刻后，小刘顺势冲向门口，和我、大男孩3人合力推开货架。就在小刘准备打开门时，女人的惨叫声再次响起。眼看一个丧尸已经来到他的跟前，千钧一发间，小刘使出吃奶的力气将平底锅开在丧尸的脑袋上。我趁机将女人拉进驿站，安置在可控的角落。等货架彻底挡在门口时，大家都筋疲力竭地喘着粗气，我的手心也冷汗淋漓。外面丧尸的吼叫依旧让人毛骨悚然。那他该怎么办？小萝莉悠悠的声音从一侧传了过来。女人依旧惊魂未定地站在角落不停地抽泣。我叹了口气，我们先收拾个地方，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，先让你自己在屋里待着。女人小声啜泣着，嘴里一直念叨着谢谢。众人把杂物间先收拾了出来，让女人先住了进去，顺便给她递了一些食物。时间过去了2天，女人一直待在屋子里，并没有出现异样。但直到今天早上，快来帮忙！日下，一个小小的快递驿站成为了我们的避难点，但好在我们有拆不完的快递。楼下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我急匆匆地下了楼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众人的表情十分严肃，杂物间里砰砰砰的响动代替了回答，门也被砸得摇摇欲坠。他怎么了？我紧张地问。门后的女人突然发出一阵低沉的嘶吼，突然一只手从门中央砸出一个洞口伸了出来。陡然间，我看到她手腕上黑色的伤口，整个人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她被丧尸咬了。我不可思议地望向小刘，他看出我的疑惑，艰难地点了点头。不会吧？我几乎崩溃地否认，女人这几天的隔离并没有异常啊，她到底是什么时候感染的？一想到之前收到的消息中有讲丧尸会隐藏在人类当中，我顿时感觉毛骨悚然。难道和我朝夕相处的这些人中，一直隐藏着一个丧尸？我抬头小心翼翼地瞄着众人，脑子里乱极了。女人越发的暴躁，开始破坏砸出来的那个洞。众人卖力地开始加固房门，我依旧警惕地观察着他们，但心里也泛起了嘀咕：难道是我想错了吗？等等，这个屋子里还有一个人被我忽视了。是他。我忽然想起小萝莉到现在为止都没下楼，她不可能没有听到动静。就在这时，我的身后传来了哒哒哒的脚步声，猛地转过身去，小萝莉一脸不悦地从楼上走下来。一早上乒乒乓乓的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我可是个病号。小萝莉盛气凌人地抱怨。那女人被感染了。我快速说完这句话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她。什么？小萝莉似乎没听清，不耐烦地问。她变成丧尸了。我指了指杂物间的方向，小萝莉脸上的血色迅速褪去，嘴唇微微颤抖。我早就说不要让这个女人进来，是你们不听劝。你们要死可以，千万不要拉我垫背啊！没过一会儿，3个男人已经将门加固完毕，个个汗流浃背。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小萝莉眼神忽闪。我怀疑我们当中有隐藏的丧尸，而且昨天半夜我有看到一个人影靠近杂物间。
眼镜男吐出一句话，让众人纷纷都盯向了他。你的意思是有人故意这么做的？那不然说下昨晚上大家都在干嘛好了。我昨晚上一直在床上打游戏，期间去了几次厕所。大男孩说完，指了指他用纸盒搭建的简易床。你没靠近过杂物间？小萝莉狐疑地打量着他。没有。你说谎！昨天半夜我看到那个人影之后，四处打量，只有你不在床上。眼镜男笃定地说。大男孩一愣，随即挠了挠脑袋。那也算吗？我就是找充电器路过而已。你的充电器怎么会在杂物间附近？除非你之前去过。小萝莉咄咄逼人。我还听到了你和女人的对话，你问她想离开吗？眼镜男又补了一句。瞬间，众人看大男孩的眼神变了，戒备又带着一丝恐惧。我真的比窦娥还冤。昨晚我充电器不见了，就四处找充电器，没想到竟然出现在了杂货间的门口。我还纳闷呢，那女人问我什么时候放她出去，她家里还有3岁大的孩子，我就随口问了一句。大男孩脸涨成了猪肝色。要我说，你的嫌疑更大。我看到昨天白天你和女人称姐道妹了呢，那女人还给了你一包东西，没准你就是那手把她给咬的呢。大男孩话锋一转，矛头直指小萝莉。胡说八道！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小萝莉一下子激动起来，叉着腰恶狠狠地警告大男孩。你先解释解释，在门口和女人都干了什么？大男孩不甘示弱，面对众人警告的目光，小萝莉认命地低下了头，说出了真相。女人看到小萝莉不停咳嗽打喷嚏，告诉她说自己那里有感冒药。小萝莉为了和对方套近乎，就喊了她几声姐姐，然后她就把感冒药给了小萝莉。我真的没问题，我发誓。你们要是不相信，可以让他给我对质。小萝莉委屈地指了指女人的方向。杂货间里，女人用身体重重地砸在门上。你说的轻巧，他现在这样，你觉得还有可能和你对峙吗？我抬了抬下巴，用眼神点了点女人。大家看向小萝莉的眼神更冷了。你有什么权利说我？这群人里你的嫌疑最大，因为每天是你给他送饭，和他接触最多，随时都有机会下手。你这么热情地让他进来，该不会想给自己多备一份食物吧？小萝莉嗤笑，几道利剑般的目光又齐刷刷射向我。我还来不及解释，一个重物向我袭来，我的眼前一黑。末日下，一个小小的快递驿站成为了我们的避难点，但好在我们有拆不完的快递。我头顶吃痛，眼前一黑栽了下去，好在有人接住了我。迷迷糊糊间，听到小刘呵斥：“你干嘛？为什么要动手？”这不能怪我，谁让当初他开窗把我冻感冒了？再说了，他极有可能是丧尸，我这叫防患于未然。小萝莉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原来是他袭击的我。”我在心里愤恨地问候了他。每个人都有嫌疑，你却偏偏攻击他，你这不地道。神经有些大条的大男孩都看不下去了，替我争辩。切！痛感终于过去，我缓缓地睁开眼睛，盯着小萝莉，咬牙切齿地问：“你凭什么怀疑我？别忘了当初是谁让我去送的饭。”女人被关后，她的1日3餐需要有人送到门口。小刘主动说他负责送饭，小萝莉和眼镜男都提出了反对，理由是他和女人算是熟人，小刘极有可能心软把女人放出来。大男孩说他可以去，也被小萝莉给否了。他担心女人是进化的丧尸，大男孩很单纯，极有可能被骗。小萝莉打量了众人一番，最终把送饭的事情交给我，美其名曰我胆大心细有担当。虽然知道是小萝莉故意针对我，小刘感激的目光却让我违心的点了点头。小萝莉被我问得哑口无言，连翻了几个白眼。她的1日3餐的确由我负责，不过每次送饭都是在大家吃饭前，我是在众目睽睽下走去杂货间的，每次逗留的时间都不超过2分钟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继续反驳道：“反而你莫名其妙的打我，不就是让我替你背黑锅吗？”我没有！小萝莉尖叫：“你的确有贼喊捉贼的嫌疑。”眼镜男推了推镜框，冷眼看着他：“戴个眼镜真把自己当柯南了？”小萝莉冷哼一声：“你说我有嫌疑就有嫌疑了？你算老几？我还觉得你长了一张丧尸脸呢。”小萝莉就像疯了一般，逮着谁对谁，叫嚣着让眼镜男坦白他这几天的行动轨迹。眼镜男皮笑肉不笑地弯了弯嘴角，说出了一个好字：“我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拆快递和打电话，现在你们的食物和水也都是我拆出来的。”眼镜男说完这些，平静地扫了大家一眼。小萝莉抠了抠手指，尽管脸上写着一丝不屑，也没有开口反驳。我和小刘没吭声，等待着他的下文。眼镜男停了几秒，继续开枪：“我每天都希望可以联系救援队，因为我老婆快生了，她一直联系不上。我比谁都渴望这场灾难快点结束。”眼镜男的声音中带着一些哽咽：“大哥，我理解你的心情。”大男孩被狠狠地共情。
我不动声色地观察眼镜男，他的表情天衣无缝，看不出一丝破绽。他也不是丧尸。接下来还剩下小刘，众人的目光纷纷投向了他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！小刘连连摆手，他擦了擦额头上的薄汗，深吸了一口气。我承认，之前偷偷去看过嫂子，我是动过想放她出来的念头，毕竟她是大黄的老婆。我和大黄一起工作了5、6年，平日里他把我当亲弟弟一般看待。现在大黄出事了，我要是对嫂子再袖手旁观，也太不是人了。小刘说着有些难过，眼泪险些掉下来，他赶紧用手背蹭了蹭。根据小刘描述，他一共看望过女人2次，给她拿了点水果和饮料，安慰女人一切都会过去的，让她别灰心。看他光明正大的就好了，为啥要偷偷摸摸？你就是做贼心虚。小萝莉又来了精神，开始攻击小刘。小刘不满地看了一眼小萝莉，现在物资紧缺，我就是怕别有用心的人拿这个大做文章。哼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小萝莉阴阳怪气。我发誓，真的不是我。如果我是丧尸，我会对嫂子下手吗？听到这，所有人都噤了声，只剩下小刘不停地喘着粗气。一场争论后，大家不欢而散。关于谁是丧尸的问题依旧没有一点头绪，每个人都紧张兮兮，敌视地看着彼此。夜再次降临，我躺在沙发上辗转难眠，这份恐惧比刚经历丧尸时更可怕。模糊间，那个黑影又出现了，我正打算喊人，他身子一闪，再次消失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猛地从沙发上坐起来，小萝莉背对着我睡得很熟，丝毫没察觉到异样。我蹑手蹑脚地下了沙发，小心地站在楼梯上，弯腰向1楼张望。3个男士都在各自的位置睡着，大男孩甚至还在打呼噜。我的心里乱极了，抖着双腿回到沙发上，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的脸上一阵阵发凉，竟然有液体滴在皮肤上。我的心里一惊，猛地睁开眼睛，一张清白的脸出现在头顶，两眼无神地盯着我。冰冷的液体滴到了我的脸上，我猛地睁开眼睛，一张清白的脸赫然出现在我眼前。你干嘛？望着小萝莉清白的脸色，我轻声问，但她依旧直勾勾地盯着我，低声呜咽着。我意识到不对，警觉地从沙发上迅速爬起来，手忙脚乱地和她拉开距离。她变成丧尸了。下一秒，小萝莉就像疯了一样向我扑来，快来人，救命！我一个闪身躲过了她，声嘶力竭地冲楼下喊，快来人，小萝莉变成丧尸了！就在我下楼梯时，小萝莉顺势扑在我的身上，我吓得惊声尖叫，绝望地闭上眼睛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小刘和大男孩及时出现，直接控制住了小萝莉。小刘关切地看着我，我想告诉他自己没事儿，可一开口，眼泪再次流了出来。别哭了，有我在，没意外。大男孩故作轻松地冲我挑了挑眉，小萝莉猛地用力，差点挣开束缚。我的天，他的力气怎么这么大？大男孩惊讶不已，小刘的表情也很难看。2个男人被他带得东倒西歪，眼看着距离窗户越来越近，我灵机一动，急忙将窗户打开。小刘和大男孩看到我的举动，瞬间明白了我的意图。不知道他疼不疼？大男孩的这句话让我哭笑不得，我扯了扯嘴角，眉头却又皱了起来，左手一阵发痛，手心不知何时多了一道口子。你被他咬了？小刘抓着我的手腕，压抑地问。不是吧，又来一个！大男孩一下子跳起来，和我拉开距离。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坚决地说，不是被咬的。真的？应该是我刚才在窗台划伤的。我看着伤口的形状，大胆地推测。大男孩猜疑地看了我一眼，把腿靠近窗边，在看到窗台玻璃碴子上的血迹后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但随后他又疑惑地皱着眉。奇怪，这玻璃明明是好着的，这玻璃渣子是哪里来的？这可不是普通的玻璃渣子。小刘又看了一眼窗户，那他真的是潜伏的丧尸吗？我还来不及说些什么，身后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眼镜男跑了上来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他跑得很匆忙。小萝莉变成丧尸了。我说到这里停了一下，不着痕迹地看着他，眼镜男的眼里闪过一丝金光。我早就怀疑他了，藏得还挺深，开始我就觉得他不像好人。眼镜男咬牙切齿地说，但当我看到了他镜片上的裂痕后，不由得心头一颤。你刚才为什么没有上来？你的眼镜怎么了？我看着他的眼睛问。眼镜男瞟了我一眼，迅速解释说，我在上厕所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你是在等着我们都被咬吧？我没听懂你在说什么。我如果没猜错，你就是我们之中隐藏的丧尸。大黄老婆和小萝莉都是被你咬的。胡说！那为什么你的镜片会出现在窗台上？之前在窗台上看到的黑影也都是你吧？这都是你的猜测，你把证据拿出来呀！眼镜男冷笑，想要证据是吧？给你。
我猛地把手伸过去，突然想到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丧尸遇新鲜血液会发疯的新闻。刚小刘和大男孩在看到的时候毫无反应，那就只剩鲜红的血液又一次从我的手心里流出来。眼镜男看到血，脸上的表情瞬间定格，然后强行把头扭向一旁。你怎么了？不敢看？我再次把手伸到他的眼前，眼镜男却一下子闭上眼睛，艰难地说：我晕血。他的嘴唇肉眼可见的变得苍白无比。突然他猛地睁开眼睛，眼睛里写满了戾气。果然是他。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，眼镜男突然以极快的速度朝我扑来，幸亏小刘手疾眼快地挡在了我的面前，拼尽全力将挣扎的眼镜男推出了窗外。刘哥，你的胳膊！惊魂未定的大男孩突然吼了出来，顺眼望去，小刘的胳膊上有一道很深的牙印，慢慢渗出了黑色的血迹。我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，着急的不知所措。刘哥，你肯定会没事的。大男孩也红了眼眶，微微颤抖着。你们别怕，变异应该还有一会儿吧。小刘故作轻松道，顺势将自己的身子靠近了窗户。很抱歉，没有照顾好你们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们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我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喘着粗气，短短几分钟时间就经历了生死离别。我不是圣母，可这么久的朝夕相处，我早已把他当做了亲人。他不光收留了我们，还一直都为我们无私奉献着，而我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离开，内心痛苦不已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和大男孩继续生活在驿站里。昔日热闹的驿站变得格外冷清。一日，我们正在拆快递，门口传来了一阵敲门声。我和大男孩戒备地看着彼此，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。我们是救援队的，屋里有人吗？你们已经安全了。这句话在我的梦里出现了无数次。我们踉跄地跑到门口，玻璃窗外站着穿着救援服的人员。当我再次走到了驿站门口，大男孩在门口往车上搬着快递。姐，你来了。哦，之前还没拆开的快递我现在送去，但拆开的那些快递你还要再核对一遍，看看能不能联系上主人。没问题，刘哥交代的事情必须圆满完成。说完这句话，我们都愣住了。几秒后，大男孩惊喜喊了一句：姐，你看，路边的树都发芽了。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淡淡的绿色映入眼帘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满眼都是眼前的景象，好喜欢这温暖的感觉，仿佛一切都充满了希望。我穿进了门外有杀人犯的小说中，提前知道3天后会有一个连环杀人犯潜入公寓。他还猖狂地给我留下纸条，表示我是他最中意的猎物。我尝试过报警或者离开这间公寓，但都失败了，似乎无形中有股力量阻止我这么做。看着眼前摇摇欲坠的大门，腐朽的木头窗户，我失落了一会儿，又很快打起精神来。在确认账户的余额充足后，我反手就给5家装修公司打去电话，准备把房间打造得固若金汤。既然我走不出去，那杀人犯也绝对别想进来。这是一篇连续反转的悬疑小说，主人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各怀鬼胎，杀人犯虎视眈眈地在公寓里游荡，而小说在主人公发现邻居甚至过来玩的朋友都在说谎时停下，停在了最精彩也是要解密的地方。当时的我忍不住骂作者真会吊胃口，而此时此刻穿成主人公的我恨不得钻进作者的脑袋里，问他真相到底是什么。但现在想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，我不能搞定杀人犯和其他人，但我可以搞定这个安全系数非常低的房子。我直接请了5家来自各个地方的装修公司，毕竟我这个人疑心非常重，也看过很多惊悚悬疑小说，知道杀人犯很有可能会假扮成装修工人。于是我让5家装修公司相互监工，当然就算是这样，我也会亲自守在旁边，防止这5家公司的人都背着我动手脚。按照这样的方式，家里的大门、窗户、地板、天花板全部改成我要求的规格，卧室里能藏人的大衣柜，还有和地面有巨大缝隙的床铺，全部扔出去，摆上张床垫，我一样可以睡。你以为这些就够了吗？当然没有，我还让人在门口安装了监控。经常看悬疑小说的朋友都知道，监控很容易被人动手脚。为了防止可能混进员工中的杀人犯用假视频糊弄我，我像找装修公司一样，找了9家安监控的公司，分3批安装，6个全面隐形摄像头装在我的门口，同样是1家安装，另外2家监督。在他们安装之前，我特地扯了扯每个人的脸皮，防止有之前的装修工人混进来。毕竟这是悬疑小说经常有的套路。终于我的房门前再无死角，但你以为这样就足够安全了吗？这还远远不够。万一杀人犯尝试很多遍后，发现不能进入我的房子，气急败坏之下一把火烧了公寓怎么办？所以我另找了3家装修公司，在天花板上装上灭火装置，只要着火，立马会洒下水来。但仅凭这些是不能对抗一整栋楼的大火，所以我拨通了消防电话，公寓里易燃易爆的物品全部被清出去。我又买了5个灭火器，3个防毒面罩，以防万一。火灾隐患解除了，你以为这些就够了吗？
还差得远呢。我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，肯定会被躲在暗处的那些人注意到，所以装修前我就在房门前挂上遮掩的帘子，就算他们知道我在做准备，也无能为力。再看看现在这些，你以为已经够了吗？怎么可能？房子虽然已经装得固若金汤了，可里面根本没有食物啊！万一那个杀人犯很有耐心，把我一堵上10天半个月怎么办？我吃什么？万一杀人犯断掉了我的水电，我喝什么？还怎么玩平板？给自己打造了个金笼子，再给自己活活饿死或者憋死，最蠢的死法了。200斤大米，200斤面粉，蔬菜、肉类若干，药品也不能少，桶装水也要，以防万一中的万一。我还买了3只芦丁鸡和10几种水养蔬菜。不麻烦送货的工人，我一个人搬回房间，房间里满满当当，我累得满头大汗，但我没有急着躺下，开启金属红外探测仪，把买回来的东西挨个扫了一遍。万一超市里装货的工人或者送货的工人被杀人犯混进去了呢？幸好我一一检查过后，所有东西都是安全的。发电机安在我的次卧，只要我省着点用，还是能供应我的日常需要。我短暂的休息后，继续出门。你以为我房子牢固，食物充足，就彻底安全了吗？还差得远呢。经常看悬疑小说的朋友们应该知道，信号屏蔽器是个非常关键的工具，杀人犯有了它，就能让行凶点成为信息孤舟。所以我特地买了2只卫星电话，等我在门内看够杀人犯的表演，反手就是个报警。另外，这种小说的恐惧大部分来源于武力不足，所以棒球棍、镰刀、防爆盾、防爆叉各1支，这些都是以防万一，不到特殊情况我不会用。所有东西运回家，用检测仪一一测过，我这才放下一半心，找出平板下了几10部电视剧和上千本小说，特别是我爱看的《甄嬛传》，我的另一半心也放下来了，精神食粮少不了，一切收拾妥当，我直接躺在床垫上睡了半天。夜色渐黑，他要来了。意外穿进了门外有杀人犯的小说中，提前知道3天后会有一个连环杀人犯潜入公寓，在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后，很快便来到了第3天的夜晚。依依，你在干嘛？我给你带了你爱吃的小龙虾。这是小说中主人公的好闺蜜，好像叫悠悠。随即一张照片发了过来，悠悠对着镜头卖萌，她的手上还提着一个小龙虾的外卖袋，背景是我家1楼大厅的玻璃门，她还真是煞费苦心。虽然这本短篇小说只更新了一半，但根据前面的剧情，我隐隐能感觉到悠悠她不对劲，因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很信任她，可就在他们藏在某个小空间躲避杀人犯时，闺蜜的表情忽然变得很诡异。小说到这里戛然而止，我并不能确定她是不是和凶手是一伙的，但这次我穿进来了，倒是可以看看这本小说到底是个什么结局。管它是绿茶还是白莲花，都进不来我的房间，伤不了我分毫。想到这里，我立马跑去冰箱拿了可乐和水果，做足了看戏的准备。我刚打开监控视频，悠悠的消息又弹了出来。依依，你发现不对劲了吗？照片。这次悠悠发来的是语音，压抑中带着一丝恐惧。好奇心驱使下，我再次打开照片。昏暗的灯光下，悠悠的红唇异常醒目，配上她的大白皮，看上去确实有些瘆人。难道是自己把自己吓到了？我差点笑出声。等等，玻璃上有个人影。我小心翼翼地放大照片，一个穿着楼管衣服的驼背男人显露在反光的玻璃上。我分明看到他意味不明地盯着悠悠，嘴角噙着一抹诡异的笑容。虽然穿进来不久，可我依稀记得楼管是个女人，难道她就是那个杀人犯？我正想得出神时，悠悠又发来了消息：依依，你们楼管把我当成小偷了，你快下来给我解释一下。悠悠带着哭腔，戏份还挺足。我报了你的门牌号，可他不相信我，非得让你下楼来接我。我歪着头看着悠悠的消息一条条顶上来，并没有回复的打算。下一秒，悠悠打来了语音电话，我迟疑了一下，按了接通键。依依啊，你怎么一直不理我？悠悠焦急地开口：刚刚我在洗澡，没看手机。我慢条斯理地回答：他说是你的朋友，麻烦你下楼确认一下。一个阴森低沉的男声突然从电话那端响起：我现在不方便，要不然你先让他回去吧。我嘿嘿一笑，果断挂掉电话。我就想看看接下来悠悠还会掀起什么风浪。果然，他又给我发来消息：依依，你疯了吗？你知不知道他长得有多凶，满嘴臭气，看着我不怀好意的笑。我能想象得出悠悠扭曲愤怒的嘴脸，心满意足地灌了2口可乐。既然这样，你就先回去吧，正好我今天不舒服。悠悠几乎秒回：别呀，我还特意给你带了小龙虾呀。我无奈地吐了吐舌头，他还真是执着。没过一会儿，监控里出现了悠悠的身影，他一路狂奔到门口，用力拍着门板。
快把门打开，他马上就追过来了，你救我！尽管他的声音里带着焦急，可脸上却没有一丝恐惧。见我迟迟没有动静，悠悠恼了，咬牙切齿地踹了几下门后，牙呲得更大了，应该是疼的。他的囧样让我笑得前仰后合。就在这时，业主群忽然有人发消息，谁家的敲门声这么大？是要拆家吗？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就是谁这么没有公德心？家里是没人吗？楼管是干什么吃的？也不知道出来制止一下，物业费算是白交了。我正在群里爬楼，悠悠又发来消息，依依，我这样多扰民，业主都在吐槽了。我100%确定悠悠不在业主群里，他怎么知道群里的消息呢？既然你知道扰民，就赶紧离开，门我是肯定不会开的。什么？楼下忽然传来了哒哒哒的声音，非常大，像是有人用力敲打地面。闺蜜更急了，不停地拍打着门板。快开门呀！他真的有问题，我好害怕。群里的吐槽声越来越多，这是要闹哪样？不仅砸门，还敲墙，赤裸裸的搞事情。到底是谁家？出来冒个泡，给大家解释一下。我还等着休息呢。楼管呢？赶紧出来！你要是管不了，就赶紧换人。被敲的是403，我家对面，他应该在家，不知道为什么不开门。401的话音刚落，我成了众矢之的，有人疯狂@我，也有人私信问我出了什么事情，我依旧没有发声。几分钟后，潜水许久的楼管终于发声，对不起大家，是我工作的疏忽，我这就过去解决。楼管的话瞬间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，我松了一口气。你怎么解决？要是再处理不好，我就投诉你。楼管没有再回话，没过一会儿，只是往群里发了一张图片，内容是他手里握着一把带血的刀。可奇怪的是，刀上似乎用什么给包裹了起来。群里瞬间安静了下来。你发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你可别胡来啊！与此同时，哒哒哒的敲击声离我越来越近。依依，他真的来了！你是想害死我吗？你还是不是我的朋友？现在不是了，你要是真害怕，就赶紧离开，万一出了什么事情，我可不负责任。悠悠听了我的话后，脸色铁青，表情越来越扭曲。就在这时，驼背的男人从楼梯的拐角走了出来。我意外穿进了门外有杀人犯的小说中，在做了万全的准备后，迎来了第3天的夜晚。现在，杀人犯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进入我的公寓。一只干枯的手掌忽然出现在悠悠的肩膀上，悠悠被吓得惊声尖叫。我捂着嘴看着他的样子，心底不由得暗爽。透过屏幕上，我能看到2个人好像在说些什么，声音很小，透过监控的装置我听不清。而一旁的手机不停地发出消息提示的声音。楼管还能不能管了？刚才就是敲门，现在还有尖叫，这个公寓还能不能住了？谁说不是呢？之前那个楼管大姐就很好，治安也特别好。是呀，也不知道她去哪里了。我听说是出了什么事，别瞎说。咱们的楼管一直都是安大爷，什么时候有个大姐了？果然没错，这里以前确实是一名大姐在做楼管。我立刻盯紧手机，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有用的信息。刚才有一个小姑娘迷路了，咱们楼道有些暗，是我突然出现吓到她了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天色不早了，大家早些休息。下回你要注意点，不然我们白交物业费了。邻居们晚安。而悠悠也在手机上给我发了2条消息。依依，小龙虾我放在门口了，既然你不愿意见我也没关系，但是龙虾记得吃，你是最喜欢吃龙虾的，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是你最好的闺蜜。听着闺蜜做作的声音，我让她赶紧回家。虽然听起来像是和我诀别一般，但我依旧相信自己的判断。我紧盯着聊天记录，此时群里寂静无声。明明之前这个楼管发过拿刀的照片，为什么这个事情被大家忽略了呢？还有，明明楼管是个女人，为什么401说他是男的？难道是为了让我放松警惕？果然小说中说的没错，邻居们也不是什么好人。看了半天戏，我肚子也有些饿了，想了想，我转身去身后准备拿点东西吃。可就在此时，我突然注意到我买了还没来得及吃的维 C 片好像有被打开的痕迹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明明已经对所有物资都做过检查，可我也并没有打开过这个盒子。我赶忙打开了药品，发现里面的药片变成胶囊，于是来到网上寻找这种胶囊的药效，发现这种胶囊竟然是治疗精神类的药物，如果正常人服用的话，会对神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。看到这，我不禁有些头皮发麻。我检查了一下整个家里，发现根本没有被人侵入的痕迹，但是厨房的刀竟然也少了一把。我猛然翻看手机，这才发现楼管手里的刀正是我家的那一把。为什么他会有我家的刀？我的思绪有些混乱，看着时间慢慢靠近12点。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如此的坚信杀人犯一定会出现，我紧紧盯着监控，可能是这几天的疲惫，也可能是因为精神的高度紧张，困意逐渐袭来。
为了精神一点，我来到客厅的桌上拿些咖啡，在准备去冲咖啡的时候，我注意到了桌上杀人犯留给我的字条。下意识间，我再次拿起了纸条，而这次我看着上面的文字，总觉得有些眼熟。文字的一笔一画，它仿佛像是一道闪电击中了我。我立刻拿起一张白纸，在纸上写下了相同的话，一模一样。那个杀手写字和我一模一样。无数的思绪在我的脑海中展开延伸，我好像将一切串联了起来。无数画面忽然渐渐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，而困意如同洪水一般再次向我袭来，而我仿佛也听到了那个声音：你是我最中意的猎物。原来主人公才是那个恶魔，准确地说是他的另一个人格。而闺蜜悠悠、邻居，包括那个男楼管演的这出戏都是为了救主人公。我拼尽全力跑向门口，我应该打开这扇门，这样我才能救出主人公，将这个恶魔绳之以法。门开了，队长，门开了。一睁眼，我离开了杀人犯小说的世界，回想着剧情中的种种，有些感叹，也不知道我的决定有没有影响小说的走向。当我打开小说，发现故事已经到了结尾的地方，只见小说的最后一段写道：女主最后被控制了起来，积极接受治疗。闺蜜悠悠满脸担忧地看着她，女楼管所幸并没有被伤到要害，很快就出院了，但所有人都没有看到，在阴暗处，悠悠又露出了阴沉邪恶的笑容。我从没想过，手机上和我聊天的竟然不是我的姐姐。我的姐姐毕业后就去了外地，我们每天都会聊天，分享一天的趣事。今天早上，我连续给姐姐发了3条消息，都没有回应。我虽然有点疑惑，但以为姐姐是忙于工作，就没当回事。第2节选修课时，小可，姐姐在上班的路上，脚被砖块砸伤了，你能过来看看姐姐吗？看到姐姐发来的消息，我有些担忧，但是隐约感觉她说话的方式有些奇怪。小可是我的小名，可姐姐一般只有生气的时候才这么叫我，而且姐姐都直接说我，很少自称姐姐。也可能是我想多了。我盯着屏幕，刚想回复，那边突然又发了2个哭哭的表情过来。我皱了皱眉，那种不安的第6感又涌上心头，就好像对面在跟我聊天的根本不是我的姐姐一样，因为姐姐聊天从来不发表情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回复道：姐，你发个视频给我看看呗，我看看你伤得严重不。那边沉默了一会儿，回了一句：好吧，你等等。随即一张照片发了过来，是姐姐的脚部照片。我们之前一起做美甲的图案还没全掉完，脚面上还裹着纱布，但应该不是很严重。我松口气，看样子是我太敏感了。我又和姐姐说了几句话，但她话里话外都是让我过去看她的意思，我便只好答应她。我明早请完假就来看你。不行，对面态度强硬，随即似乎认识到不对，放缓了语气。姐姐一个人晚饭都做不了，小可晚饭前能到这吗？晚饭前我试试吧。心里却对姐姐这样强制的态度有点抵触。下课后，我赶忙回到寝室收拾行李。小可，你去哪儿？室友问我，我顺手把手机递了过去。我准备请假去照顾一下我姐，她脚受伤了。室友看着手机，我们一会儿要排练啊，明天就要上台了。我看你姐不是有人照顾吗？我心头一震，她不是一个人吗？我迅速凑了过去，你看这角度，明明就是另一个人拍的。我拿过手机，打开照相功能往自己的脚拍去，尝试了几次，果然这个角度很难自己才能拍到。我觉察到不对劲，我赶忙拨通了姐姐的视频电话，铃声响起不久便被挂断了。姐，你怎么不接视频？对面很快回复，姐姐现在很累，打视频干什么？你不是马上就过来了吗？我盯着她的回复，猜疑越来越重。姐，你上次给我买的那条裤子的纽扣掉了，我带到你那儿，你刚好帮我缝一下呗。好，那你带过来吧，我顺手帮你缝了。看到这段话，我如坠冰窖。他上次给我买的明明是双鞋子，而且他根本不会缝衣服，现在跟我聊天的到底是谁？我越想越害怕，赶过去的同时也给发小打了个电话。他和姐姐住在同一个小区，了解了事情原委。他主动提出装成物业先帮我去看一下。我坐在车上，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他的电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家里的灯是亮着的，我敲了好久的门，没人回应。你姐是不是睡着了？那你有听到狗叫的声音吗？没有啊，难道出去遛狗了？坏了，真出事了。挂了电话，我赶忙打电话报警，警察也说很快就到。我赶到的时候，看到警察正好押着几个人出来。我冲进屋子里，最先看到的是躺在门口僵直没了呼吸的乐乐。我身体不自觉地抖了起来，走进卧室，看到发小正在安慰着姐姐，鼻子一酸，直接冲过去扑倒姐姐的怀里，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。后来才知道，他们是一个拐卖妇女的团伙，早就盯上了一个人住的姐姐，并在早上姐姐准备上班时冲进了姐姐的屋子。可没想到我刚好给姐姐发了消息，就想把我也骗过去，我才会觉察到不对劲，并且报了警。也很感谢我的室友和发小，如果不是他们，那后果真的不敢想象。如果你遇到陌生人敲门，或者听到外面的哭闹声，
请千万不要开门，因为恶魔很善于伪装。亲爱的独居女孩，以下的规则请你务必严格遵守。1，请优先选择治安好的小区居住，最好是有安保监控。入住后请立即更换门锁，并且妥善保管好钥匙，因为恶魔会趁你疏忽的时候潜入你的家。2，如果你家里用的是密码锁，请记得定期擦干净指纹，定期改密码，因为恶魔会在走廊的某个角落窥视着你家的密码。3，当你发现家门口突然出现了小广告、宣传单，或者墙壁上出现了莫名的记号时，请第一时间清除掉它们，它们很可能是恶魔留下的狩猎暗号。4，如果你感到害怕，可以在门外的鞋柜上放上几双男士的鞋子，鞋子要记得定期更换。5，收快递或者外卖时，请要求物品放在门口，在确定他们走远后，迅速打开房门将东西拿进来。6，请不要把生活垃圾随意扔在门口，要及时将它丢到楼下的垃圾桶，因为恶魔可以根据垃圾的状况判断你的生活状态。7，在社交网络发布照片时，请不要暴露家庭住址和标志性建筑，尤其注意镜子等物品的反射，因为恶魔像是惹人厌的老鼠，无孔不入。8，如果遇到水管爆裂或者断电的情况，请直接联系物业，不要打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，更不能让他们登堂入室，因为恶魔会伪装成各种职业。9，当你发现被跟踪时，请不要直接回家，立刻进入人多的商场、超市求助，因为恶魔都惧怕人多的地方，他们见不得光。10，如果遇到有人找你帮忙，可以打电话替他们报警，千万不要陪他们去陌生的环境，因为恶魔很喜欢消费你的同情心。11，防狼喷雾、电击棒请随时携带在身边，在真的遇到恶魔时，可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逃跑时间。亲爱的姑娘，请把这些规则也分享给你的闺蜜朋友看，愿你所遇之人皆为良善。半夜，女儿好奇地拨打了网上说的恐怖电话，结果竟然打通了。我睡得五迷三道的，被丫丫一声尖叫吵醒了。我看了一下时间，凌晨2点半。我光着脚赶忙跑进她的房间，丫丫瑟缩的蜷在角落里，满头大汗，一脸惊恐地看着床上的电话手表。我冲过去抱住了她，丫丫怯怯地看着我。妈妈，我怕。我以为丫丫是做噩梦了，轻轻抱着她放在被子里，拍着她说：“不怕不怕啊，妈妈保护你。”看着丫丫熟睡的脸庞，我的心里有种莫名的不安。第二天是周末，看着丫丫几次欲言又止，我联想到昨晚丫丫的样子，蹲下身摸了摸丫丫的头发。丫丫，昨晚上你是做噩梦了吗？妈妈，丫丫没有做噩梦。她犹豫了一下，她在我耳边悄悄地说：“妈妈，昨晚我给恐怖号码打电话，只有一个接通了，而且对方还说会来找我。”丫丫脸色发白：“你哪来的恐怖号码？”我们在网上看见的，昨晚我试了一下。丫丫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我心里惊了一下，原来小丫头昨晚尖叫是因为这个。我打开丫丫的通话记录，最后一个通话时长写着15点31，这么久，看来孩子昨晚打通以后并没有挂，不知道怎么了。我心里的不安感愈发严重，检查了一下手表的一些设置，骚扰拦截那一栏竟然有60多个未接，怎么回事？我快速点开，就看到全是那个恐怖电话，想着我喊来丫丫，她告诉我这个视频现在在班级里特别火，是班级里胆子特别大的刘晴发给大家的。刘晴称它为勇气视频，谁能打通视频里的电话，谁就是最有胆的人。那他打通过吗？我问丫丫，丫丫摇了摇头。我不敢问。我打开了那个视频，视频的质量很粗劣，也并不恐怖，只是怂恿性很强，全是在鼓励孩子去打这个电话。可是视频里戴面具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是与电话主人结了怨，所以故意让人去打他们的电话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于是我打开了留言区，留言的都是孩子，什么骗人的，打不通，还有打通了没人说话之类的。突然丫丫指着一个头像，尖声说：“妈妈，这是刘晴的照片。”耶，我的电话接通了，她还和我说了话。这是刘晴的留言，我只能先安慰丫丫说这只是个恶作剧，让她不要放在心上。我再次望向了丫丫的电话手表，短短一会儿的功夫，手表骚扰拦截多了10几个未接。犹豫了片刻，我用自己的手机拨通了电话，想着确认一下对方是谁。这个声音响起的时候，我的心里还有些忐忑。喂，
哪位？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，是个女的。我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一些。哎，你好，前几天我丫丫半夜瞎打电话给你们拨通了，今天我看见你们回拨了很多电话，所以特地打个电话解释一下。哎，真的非常抱歉，孩子太调皮了。我非常诚挚地说道。没事儿。电话那头的女人似乎忘记了一样，她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，挂了电话。我略微有些不解，明明都已经不记得了，为什么要一直打电话？原本我以为解释完这件事情就结束了，直到晚上，在丫丫睡着后，我再次查看她的手表，发现那个恐怖号码又给她打了10几通电话。我想着白天明明解释通了，怎么还不停地打？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我回拨过去，电话几乎秒接，我声音略微有些生气。喂，你好，请问还有什么事情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。请问你为什么还打我孩子的电话？我开始有些不忿，已经解释过了，还总给孩子打电话是什么意思？一阵诡异的笑声突然传来，我吓得将手表甩出很远，心砰砰直跳。手机突然不合时宜的响起，我又被吓得够呛。当我看到学校群里发的内容时，顿时汗毛直立。我是刘晴的爸爸，很抱歉这么晚打扰大家，请问哪位同学看见我家刘晴了吗？虚掩的门外，电焊枪呲呲冒着火花，李彻沉默的背影在明灭的火光中显得十分诡异，他竟然在封阳台。与此同时，手机上传来了一条快递驿站的推送，您男友购买的商用大冰柜正在派送中。我故作镇定地将房门轻轻合上，这条推送不禁让我更加慌张。而今天是我与男友冷战的第4天，我登录了我们关联的快递账号，不翻不知道，他不光买了3台商用大冰柜，还买了剔骨刀、固体酒精、磨刀石、防雨布等。我忍不住浑身发冷，昔日亲密无间的另一半，现在却让我感觉如此陌生，脑子里也浮现出不少刑事案件。而就在此时，门外的声音停了，脚步慢慢靠近，我握紧把手，大气不敢出。苏童，咱们账户还有多少钱？他声音低沉，没有要进门的意思。我双唇微微颤抖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下午想去买些东西。说着，他突然转动门把手，我立马尖叫出声：别进来！你别生气了，我买完东西就跟你解释。李彻声音满是无奈，我攥紧手机，差点没吓得哭出声。前几天跟他吵架，也是因为他不知道从哪里拉回来一台2手发电机，那台发电机又笨重又占地方。问他为什么买发电机，他却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个所以然。现在看来，只怕是他早有计划了，连异常用电这种事都想到了。门铃叮咚一声，他顿了一下，转身去开门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哆嗦着编辑短信准备求救。对，是我预约的下水管道改造，最近管道老是堵。啊，对了，我们这儿3楼能不能单独走管道？钱不是问题。不一会儿，厨房里叮叮咚咚地拆了起来，声音也越来越大。我盘算该不该直接冲出去求救。焦灼之际，李彻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外，他接下来的话夹杂在嘈杂的施工声中，却清晰地让我汗毛直立。苏童，还有3天末日就要来了。我坐在副驾上，李彻一脸凝重，像是他口中说的末日真的要来临了一样。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我傻傻回过神，荒谬感盖过心中的恐惧。电视剧看多了还是小说看傻了？哪有什么末日啊？苏童，你相信我，我没有骗你。红灯前，李彻看着我的瞬间，我被震撼住了，因为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严肃的样子。你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我分享给你的报道？我想起那篇不明原因病毒导致正常人丧失理智的报道。那报道是真的？你别跟我说你买发电机和冰柜是为了囤物资。是。封阳台是为了防止丧尸入侵。对。那改装下水道、买酒精、砍骨刀。绿灯亮起，李彻冷静地解释：改装下水道是为了保证以后卫生间不堵，酒精是保证火源，砍骨刀是为了将买来的肉类分装。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我呆愣地看着前方，其实此时我内心已经动摇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，还有3天，所以我们现在得做好准备。没过一会儿，我们就到了超市门口。苏童，我们的存款有30万，暂时花在食品上的预算是10万元，所以距离超市关门还有……他看了一眼手机，3小时15分，我们走。说完，他推着购车就冲了出去。我愣愣地看着他的背影，7年的感情，就算是假的我也认了，陪他疯一回也不是不行。我咬咬牙也推着车跟了上去，但是该买些什么呢？如果有人趁你睡觉时偷偷潜入你家，你会怎么办？昨晚蒙面男的样子历历在目，但所有有关他发来的消息又一次全都消失，查不到任何踪迹。保安发现我时，也只看到了我一个人倒在卫生间门口不省人事。我把我的疑惑跟2位警察说了，我怀疑坏人就住在我家楼上。警察对视之后看了我一眼：你住进这个小区的时候，没有仔细了解一下小区吗？你楼上那套房子是没人住的，这个我们已经确认过了。了解什么？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此时李文的电话打了进来，问我昨晚休息的好不好。当他得知我昨晚又经历了一场死里逃生后，几乎咆哮了起来。他让我赶紧搬到新房去，无论如何也不能住在这里了。你今天才告诉我你住哪个小区？
你早跟我讲，我都不会让你住在这里。李文絮絮叨叨跟我讲了很多，我才知道刚刚警察看我的眼神是什么意思。原来我住的这个小区被称为风水绝佳，所以这楼里1/3的房子买来放了骨灰盒，而我楼上那间就是。除了清明和忌日，平时不会有人来。我从不在网络搜寻任何信息，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。我想到前天晚上贴在窗户上那张惨白的脸，瞬间变了脸色。我肯定不敢再回小区。最终我听从了李文的建议，搬到了新房。新房是这座城市治安很好的小区。我洗了个热水澡，躺在床上。由于这2天特别折腾，我很快就睡了过去。我以为我终于可以睡一个好觉，但是半夜我再次醒了过来，手机的屏幕好像感应到我醒了，突然就亮了起来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屏幕上显示一条未读短信，还是那个号码。我心里非常抗拒打开信息，可鬼使神差的，我还是把手机拿了起来。打开信息只有4个字：找到你了。看着这条信息，我的神经一下子绷紧，右侧传来了清晰的呼吸声。我身边有人，转头看去，那个戴着黑色头套的怪人赫然就站在阳台前。他究竟是怎么进来的？小杰，找到你了。这声音这么熟悉，我看着他慢慢摘掉了自己的面罩，赫然是我那出差好几天的男友李文。他面色苍白，嘴角挂着诡异的微笑。此时此刻的他就像是一个魔鬼。怎么了，小杰？是我吓到你了吗？他慢慢向我靠近，我慢慢后退，一直退到门边，想打开门冲出去。然而此刻，卧室房门被砸响，就如同前几天晚上一样，但我没有停下。门外纵然是洪水猛兽，也好过眼前这个恶魔般的男人。我猛地拉开了门，门外的一幕却让我吓得差点魂飞魄散。只见一个男人正挥着拳头，一下一下朝着地上的女人，女人蜷缩在地上，痛苦的哀嚎。他的眼神朝我看来，我看着他微张着嘴，似乎想朝我说着什么，明明没有声音发出，但我却清晰的知道他说的是：杰儿，躲好，千万不要出来。女人开始还垂死挣扎，但很快就没了声息。她死了，我眼睁睁的看着她死在我的面前。此时的我泪流满面，顾不得擦眼泪，死死捂着嘴盯着这一幕。这时那个男人突然抬起头，疯狂的笑着，哈哈哈，你活该。我惊诧地盯着他，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因为那个声音我无比熟悉。随后我便昏死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突然醒了过来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浑身已经被汗水浸湿，阳光透射了进来。随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，我逐渐冷静了下来。我想起来了，全都想起来了。女儿因为好奇，用手表拨通了网上说的恐怖电话，而电话那头的人威胁会来找他。我得知此事后，愤怒地打了回去，然而却传来了一阵诡异的笑声。我吓得把女儿的手表甩出很远，手机也突然不合时宜地响起。当我看到家长群里发的内容时，顿时汗毛直立。我是刘晴的爸爸，很抱歉这么晚打扰大家，请问哪位同学看见我家刘晴了吗？刘晴失踪了。今天丫丫跟我说刘晴打通过这个电话，那她的走失和恐怖电话有关系吗？我的心里隐隐不安，斟酌许久，还是拿起了手机给刘晴的爸爸打了电话。我把恐怖电话的事情跟他说了，电话里能听出他很着急。丫丫妈妈，我刚从派出所出来，方便现在去你家细聊吗？没一会儿，刘晴爸爸就赶到了我家。起初他对我说的是半信半疑，直到我把丫丫的手表和刘晴的留言拿给他看，他皱了皱眉，赶忙掏出了自己的手机，给这个所谓的恐怖号码打了过去。电话接通了。喂，你是谁？我是刘晴的爸爸，你有没有找过他？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然后又发出一阵诡异的笑声。刘晴爸爸的语气近乎狠厉：是不是你把我家孩子带走了？紧接着电话就被挂断了。喂，看着他死死地盯着手机，我在旁边轻声地问：要不要问下其他孩子？丫丫今天跟我说，这个视频班上很多孩子都知道。谢谢你提供的消息，我得赶紧把这些信息告诉警察。说完，刘晴爸爸就离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再次打开家长群时，我发现群里炸了，刘晴依然没有消息。家长们纷纷帮忙转发孩子失踪的消息，也反映很多孩子确实尝试过打那通电话。根据孩子们反映，视频确实是刘晴转发给他们的。很快到了周一，因为堵车，我错过了丫丫的放学时间。我给丫丫发过消息，让她在学校门口等我，可到了门口根本没有她的影子。我提心吊胆起来，颤抖着掏出手机给丫丫打电话，电话是通的，可惜迟迟没人接听。我又联系了老师，老师说丫丫放学后就已经离开了。我突然想到前天刘晴失踪的事情，顿时如坠冰窖。保安调取了门口的监控，我很快在人群中发现了丫丫的身影。她等候在我们约定的地点。大约过了3分钟，丫丫的电话手表响了，她似乎犹豫了许久，才接起了电话，随后面色苍白地消失在视频中。我慌不择路地打了报警电话，并且开始寻找丫丫。天越来越黑，我的心也越来越焦急，直到发现丫丫的手表被丢在了墙角，一股腥甜味从心口涌上来，眼前顿时天旋地转，晕了过去。等我醒来时，丫丫竟站在我的面前。我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，直到感觉到丫丫手心传来的温度，我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你跑到哪里去了？吓死妈妈了！我哑着嗓子将孩子紧紧搂在怀里。是刘晴给我打的电话，
他迷路了，让我去找他。女儿闪着泪光地说。当时丫丫走到巷子里，就被一个中年女人拦了下来。女人温柔地告诉丫丫，自己是带她去找刘晴的，半推半就地被女人拽着往前走，手表也被女人丢在了一旁。丫丫当时就觉得自己遇到了坏人，这个认知让丫丫惊出一身冷汗，小脸皱成一团。阿姨，我鞋带松了。看到不远处有个超市，丫丫灵机一动，女人刚放开她的手，丫丫拼命朝超市奔去，她的身后传来了女人的咒骂声。丫丫的话听得我胆战心惊，多亏她有惊无险，要不然我会自责一辈子。后来刘晴被找到了，可惜早就没了呼吸。根据警方调查，这是一个有计划的组织，他们以恐怖电话为诱饵，利用孩子的好奇心，先是怂恿孩子们打电话，随后找各种借口把孩子诱骗出来进行拐卖。如果有人趁你睡觉时偷偷潜入你家并偷拍了你的照片，你会怎么办？此时的我躲在小房间内，正当我以为自己已经安全的时候，手机又震动了起来，屏幕上出现了2个字：回头。我的冷汗瞬间喷涌而出。小房间我没有放任何东西，如果有人我肯定能发现，而且这是7楼啊，总不至于。正想着，我僵直着身体缓缓转过头去，眼角的余光瞥见窗户，上面似乎有个什么东西，定睛一看，一张惨白的脸正悄无声息地贴着玻璃盯着我。若不是亲身经历，我都不相信人真的会被吓晕过去。我是被警察的叫门声惊醒的。在查看现场调取监控并且走访邻居之后，他们给了我一个让我无法接受的结果：我的家中没有任何人来过的痕迹，没有照片，没有短信，连同那个陌生的号码一起在我的手机上消失。窗外空荡荡的，根本没有惨白的脸，也没有邻居听到昨晚的砸门声。这些证据似乎都证明我昨晚经历的一切是假的，连我自己都变得不确定起来。因为被警察的敲门声惊醒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正睡在主卧室的床上。可如果是梦，我为什么会报警呢？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李文，李文是我的男朋友，他工作很忙，已经出差10几天了。他听了事情的经过，也觉得不可思议。沉思了片刻之后，我怀疑根本就没人进你的房间，你找找看会不会有人在你的卧室里安装了隐形监控。我觉得李文说的有道理，我也听说过有个别租客为了寻求刺激，在退房后会在房子里留下针孔摄像头，观看下一任租客的生活。也有人会保留钥匙，知道是独居女性，就会趁夜深人静时潜入屋内，挂断电话。我在卧室里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，但搜遍了整个屋子都没有找到摄像头。我坐在床边回忆，如果我屋子里没人，那昨晚衣柜里的光怎么解释？可如果他进来了，为什么警察没有发现任何痕迹？到最后，好像除了做梦，在梦游中拨打了报警电话，我也找不出更合理的解释。李文的电话又打了进来，小杰，你去咱家婚房里住吧。我有些迟疑，虽说我俩关系很好，但是毕竟还没结婚。李文也听出了我的迟疑，不行的话你就住几天宾馆，那里相对安全一些。住宾馆也不是长久之计呀，我怕他担心，所以嘴上答应了。挂断电话后，我拨通了房东的电话，征得了房东的同意后换了锁。我又亲自去物业看了监控，确定一无所获后，就跑去商场买了几个充电宝回家充电。回到家已经到了下午，精神疲惫让我躺在床上直接睡着了。没想到醒来时天已经快黑了，我做了一番充足准备，反锁大门，反锁窗户，把充电式小台灯放在了床头。9点半，我准时拉下了电闸。摄像头需要连接电源，如果卧室里真的装了监控，切断电源，对方就无法知晓我的举动了。夜晚仿佛格外的漫长，我静静地坐在床上，心存侥幸，昨晚的一切万一真的只是一场梦呢？不知过了多久，熟悉的震动声响了起来，我浑身汗毛炸起，差点把手机丢了出去。果然又是那个号码。他又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，看着那张照片，我面如死灰。照片中的我坐在床上，低头看着手机，屏幕的幽光映着我的脸。这不可能，要拍出这样一张照片，除非拍照的人站在我的正前方。可我一直坐在床上，根本就没看到人。这张照片是怎么来的？难道在我没检查到的地方藏着摄像头？电源没连接在我家，不是我家的电源，那会不会是楼上？我抬头望向天花板，如果是楼上，有些事情就说得通了，例如窗外那张惨白的脸，可能是楼上用绳子掉下来的假人；例如监控没有拍摄到进出单元楼的可疑人员，因为他本来就住在这栋楼里。我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，感觉自己似乎接近了真相。可就在这时，屋子里忽然陷入了黑暗，台灯熄灭了，没电了。不可能吧？这种充电式小台灯用电量极少，1个小时之前我看过，电量还是满格的，可能是坏了。我正准备打开手机手电筒去检查一下时，手机又震动起来，一条信息跃入眼帘。黑暗似乎更有趣，恐惧像一条毒蛇猛地扼住我的咽喉。我蹭地站起来，3步并作2步冲到门口，拉开门跑了出去，生怕跑慢一步会有一双大手突然从床底深处抓住我的脚腕，把我拉进去。我没敢回头看，可我知道我卧室的床下藏了一个人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对面楼层的女人了，难道她真的出事儿了？她窗户上的图案又代表什么呢？我是一个失败的小说作家，因为作品销量一直不佳，收入也得不到稳定的保障，被迫我只能搬进了这所廉价的公寓楼。也是偶然的契机，正当我在窗口思索剧情的时候，
我看到了那个女人，她似乎没有拉窗帘的习惯，略显昏暗的灯光下闪过一个窈窕的身影，窗户里只看到她那修长的手臂将身上的衣服一件件扔在床上，很显然她是要去洗澡。于是我盯着对面无人的房间看了一阵子，那也是一间卧室，只是陈设十分简单，从这里看过去房间里的情况一览无余。一开始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，但时间一长，我也就自然接受了，毕竟我也是女人，就当作是同性之间的互相欣赏吧。某天我再次坐在窗口苦思冥想的时候，熟悉的景象消失了，他今天居然破天荒地拉上了窗帘。我原本以为他终于有了保护隐私的意识了，可1周过去了，我隐隐感觉到了异常，因为这段时间他的窗帘一直没有拉开过，甚至窗台上的衣服也很久没有收回去了。更不对劲的是，今晚我照例在窗口看着对面黑乎乎的楼层发呆，突然我注意到对面阳台的窗户上似乎多了一些图案，那是一个用深红色颜料涂抹上去的，乍一看甚至觉得像是人血，整个图案看上去歪歪扭扭的，毫无章法，这显然是慌乱之中画出的东西，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情急之下，我甚至开窗探出头，换各种角度去看，这才终于有了眉目，一板一眼地念出了2个字幕 SO。 我被自己画吓了一跳，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。他真的出事了吗？我紧张地想拿出手机报警，可转念一想，我又该怎么解释？我偷窥到对面窗户上有一个好像求救信号的图案吗？晚上我辗转反侧，这如果是真的，我怎么能见死不救？经过了一夜的思想斗争，我最终还是决定到他家去看一看。在去的路上，我一直祈祷着，希望这只是虚惊一场。跟随着楼上的邻居，我成功进入了他所在的大楼。我可以进来，那么其他人也可以。这么一想，便越发的相信自己的猜测了。我忐忑地站在房门前，轻轻地敲了几下门，下一秒，门居然被我缓慢地推开了一条细缝，门没锁。我推开了房门，有人吗？喊了几声，依旧没人回应。我缓缓地推开了门，似乎是因为窗帘被拉上的缘故，里面十分昏暗，什么东西都看不清。我咽了一口唾沫，回头看了一眼走廊，在确认无人之后走进了房间。屋里光线昏暗，我明明是来救人的，可却有一种做贼的感觉。我不敢开灯，只能用手机屏幕微弱的光照明。屋子里的地板上凌乱不堪，我一边回忆着通过窗户看到的情况，一边寻找着正确的方向，蹑手蹑脚地摸进了我记忆中的那间卧室。卧室里的情况令人触目惊心，原本整洁的床单变得又脏又皱，床单上还能隐约看到斑斑血迹。难道他真的出事儿了？如果你在评论区跟人吵起来，而那个人半夜来找你，扬言要杀了你，你会怎么办？安警官发来消息说，嫌疑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，穿黑色雨衣，身上还有刀，我们在小区门口了，你下来确认下嫌疑人吧。太好了，心总算放下来了。缓了一会儿，开门准备下楼，在等电梯的时候，奇怪的声音从楼梯间传出，呵呵，可能今天神经过于紧张了，我没太多在意，径直走进电梯，心里也在想着幸亏安警官来得及时，否则不知道会发生多可怕的事。走出楼道那一刻，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因为不远处的小区门口并没有人。我赶忙拿出手机给安警官发消息，消息打了一半，安警官突然回了一句，嘿嘿，你出来了，心里咯噔一下。而年久失修的灯此刻也散发着昏暗的灯光，时亮时灭，平常再熟悉不过的景物，此刻在我眼里分外恐怖，甚至每一处光线照不到的地方，都有可能藏着这个握着刀的疯子。怎么办？我该回家还是跑出去求救呢？突然，余光瞟到了距离我5米不到的地方，站着一个人，他就在楼道口，身穿黑色雨衣，头戴棒球帽，脸上遮着口罩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而那双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感觉浑身冰凉，我啊一声叫了出来，只想尽快地甩掉他，使出全身力气奔逃。果不其然，他也立刻跟了上来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看到不远处的保安室，呼喊地跑过去，但透过玻璃我清楚地看到保安小哥也倒在了血泊中，他把保安小哥杀了。我额头上渗出一层冷汗，我得赶快拐出小区，然后一口气甩掉他，继续拔腿猛跑，根本不敢回头看。我大口喘着气，感觉肺要炸了，仍旧不敢停下，因为我们这里是小县城，大家很早都关灯休息，所以我接连着拐了几条街区也没遇到人。回头望去，夜色浓重的街道下，那个穿着雨衣的疯子早就不见了，甩掉了吗？正当我长舒一口气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：“你跑什么？”我吓了一大跳，回头看，立刻松了一口气，是一名民警，应该是正在巡逻。我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迅速把今晚的经历和警察描述着。我被带到警局做着笔录，随后才了解到警局里从来没收到过我的报警电话，所以说之前我在家报警，添加安警官微信都是假的。全是那一个变态的自导自演，我一直都在他的控制下，包括当时他砸我家门，当我在门眼看到他与安警官沟通的时候，他消失了。其实就是他一直在回复我的消息，他享受的就是这种掌控的快感。通过监控，很快警察把他带了回来。除掉口罩的他是个非常陌生的面孔，他叫郑杰，是我们区的一名快递员。本身自学过网络安全技术的他，通过我家里 WiFi 操控了我的手机，所以我电话也打不出去，消息也发不进来。警察还在他家发现了一本日记。10月5号，自从小西部直播后，他的状态好像好一些了，真希望他能好起来。再看到他的笑容。10月8号，小西今天走了。如果我早点知道你的痛苦该多好。是那些对你恶言相向的人害了你。10月10号，小西，我决定为你报仇。那些伤害你的人，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
由于我在网上恶语相向，更加刺激到他有了想杀掉我的想法，并且因为工作原因，保安小哥长期对他的辱骂也让他无法忍受。而在网络中，总有一群人不现身份藏在屏幕后，在他人身上毫无顾忌倾泻着自己的喜怒哀乐，一边津津有味的吃瓜看戏，一边戾气满满的发表评论。即使不明真相，但总要推波助澜。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？你相不相信？也许你曾在网络里杀死过陌生人。在火车上睡觉的我，竟然被一个陌生男人盯上了。凌晨，我踏上了回家的火车。考虑到起身来去都比较方便，我买的是下层的卧铺。昏暗的车厢里此起彼伏响着呼噜声，我疲惫地躺在卧铺上刷着手机，伴随着车厢的晃动，困意渐渐向我袭来。可没想到的是，接下来发生的是让我终身难忘。睡得迷迷糊糊间，我突然感觉一团黑色的东西似乎在向我靠近，他的视线一直在上下打量着我，这种黏腻的感觉让我非常不舒服。我想翻个身，却发现自己浑身都动弹不得，下意识以为自己是在鬼压床，因为之前经常遇到这种情况，所以并没有太在意。直到一阵风呼地吹在了我的耳边，这风怎么是热的？我瞬间吓得睁大了眼睛，大口大口喘着气，望了眼周围，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侧边的铺子上，一个大姐依旧在打着鼾。我咽了口口水，看了眼窗户外，天色依旧黑着。我拿起手机，没想到才4点多，好像做噩梦了。我顿时松了口气，但是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了。终于回到了家，我立刻窝在了床上，想睡个回笼觉。刚掏出手机，就发现有好多未读消息，都是来自一个名叫花开富贵的人。我印象中似乎没有这么一个好友，直到他的下一条消息发来，我的脑袋轰的一下炸开了。晚上睡觉别总踢被子，昨天晚上帮你盖了好几次，你的手和身上都是凉的呢。冷汗一下子打湿了我的后背，他的话瞬间让我鸡皮疙瘩爬满全身。昨天晚上那不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吗？我点开了他的头像，照片应该就是本人，一个两眼无神、长相猥琐的中年大叔。可我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。男人见我许久不吱声，再次发了消息过来，这是一张我的照片，而照片里是我在火车卧铺上熟睡的样子。你睡得可真香。他的话让我像吞了苍蝇一般，脸色差到极致。想到我睡觉时，一个陌生的男人在对我动手动脚，甚至用我的手机加了好友，我竟然丝毫不知情，顿时让我觉得毛骨悚然。你个变态，我要报警！男人看到我的消息，瞬间安静下来。等我再去指责他时，我已经被他先一步拉黑了。警察根据我提供的信息，很快锁定了他。他是跟我同车厢的乘客，承认了自己因为看到我独自上火车，这才动了歪心思。